也门胡塞武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海峡，为何美国左右为难？也门的胡塞武装宣布禁止以色列船只经过红海和曼德海峡，对其船只进行打击。美国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对此却没有反击行动，这是为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也门简介。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端，与沙特阿曼相邻。该国西部是红海扼守亚丁湾和红海沟通的唯一通道曼德海峡，东部还濒临阿拉伯海，海岸线长1906公里。也门国土面积 52.8 万平方公里，首都是萨那。萨那位于也门中部的高原盆地上，海拔约2350米，气候比较温和。它也是也门的第一大城市，有纺织、皮革、食品和宝石加工等工业。也门的主要城市还有亚丁，它位于首都萨那南部约363公里处。亚丁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是也门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红海与亚丁湾的交界处，扼守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亚丁湾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曾是古代香料贸易的集散地。20世纪60年代，亚丁湾曾是世界第2大港。也门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国家，石油和天然气是该国的主要资源。上世纪80年代后，石油产业成为也门的经济支柱，已探明石油可开采储量约40亿桶。2009年，该国的天然气产业成功实现工业化并出口。除了油气资源，也门也有丰富的金矿、银矿、铅锌矿等资源。因为历史原因，也门内部南北分裂十分严重。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也门国内失业率高达 50% 以上，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门内部反政府势力崛起。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中东国家开始干涉也门政局，以沙特为首的强硬派出兵也门，而包括伊朗、阿曼、伊拉克、叙利亚等在内的国家则反对沙特的武力干涉。也门就此陷入内乱之中，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21年的 GDP 为 210.6 亿美元。该国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石油以及棉花、咖啡、香料等农产品。2. 胡塞武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红海。胡塞武装在11月28号与29号对红海上的以色列船只发动袭击。12月10号，胡塞武装宣布，所有前往以色列的船只都将成为其打击对象。12月14号和15号，胡塞武装对红海上的以色列船只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12月14号，被袭击的轮船运营方是丹麦航运公司，该船只当时正从阿曼的塞拉莱驶向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胡塞武装发布袭击声明后，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事件不断发生。该公司表示，全球航运业无法自主决定这一问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红海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北部之间的狭长海域，其西北部通过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相连，南部则通过曼德海峡与亚丁湾与阿拉伯海相通。红海周边多产油国，是世界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红海承担了全球 12% 的贸易。根据美国数据，今年上半年每天都会有880万桶原油和41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经过红海。现在这条航道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摆状态，多家国际航运公司暂停红海线路，这对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亚丁湾进入红海的唯一通道是曼德海峡，曼德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两边是吉布提和也门。曼德海峡的宽度是26至32公里，平均水深约150米。在曼德海峡的内部分布着一些火山岛和暗礁、浅滩，其中最大的岛屿是毗邻岛，毗邻岛面积约13平方公里，将曼德海峡分成两部分，靠近非洲一侧的是大峡，宽度为 25.95 公里，水深333米，多暗礁。靠近亚洲的一侧是小峡，其宽度约 3.2 公里，水深30米。尽管大峡一侧更加宽阔，但内部分布着索瓦比群岛等一连串岛礁，通行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小峡是曼德海峡的主要通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是连接大西洋、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如果这里被封锁，那么商船需要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时间将拉长7至15天。而以色列是一个出口型国家，原材料和资源又依赖进口，胡塞武装此举可谓是卡住了以色列的脖子。根据评估，以色列接近 40% 的进口和 25% 的出口都受到了影响。该国重要港口埃拉特港因为胡塞武装的袭击，利润暴跌 80%到 85%，
美国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力挺以色列，但是面对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打击，美国却并没有进行军事反击。3. 美国为何打不还手？胡塞武装并不是只针对以色列，也打击了美国。11月8号，胡塞武装在红海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针对红海袭击启动了护航行动，美、法、加、意、荷等9个国家宣布加入。胡塞武装在19号表示，将对参与美国护航行动的船只进行袭击。美国也没有什么打击的意向，他什么时候脾气这么好了？首先，美国在中东有20多个军事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如果美国打击该组织，就会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投鼠忌器。其次，美国虽然是以色列的盟友，但是这个时候攻击也门，很有可能被拖入战争的泥潭，而且也门国内局势复杂，如果这时被引爆，红海航线就彻底堵住了，届时美国无法面对国际舆论。最后，美国布置在红海的军舰是基于以色列撑场子的，不是要主动下场，而且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提供武器，拥有完整的海防反舰体系。红海长约2000公里，最大宽度306公里，美国军舰没有多少闪转腾挪的余地。未来10年，黑龙江省或将消失的4个县，有你的家乡吗？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其东部和北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边境线长达2981.26千米，其拥有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3029万的常住人口。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黑龙江的农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5 万亿元。未来黑龙江省可能会有一些县面临着行政区划调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隶属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有义县，地处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分别与富锦市、宝清县以及集贤县相邻。其东西的最大跨度在61千米，南北两端的宽度也有50千米，其拥有1696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 10.43 万的常住人口。有义县有12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县人口 96%。该县的地形呈现出西南向东北倾斜的状态，海拔高度基本在59米至300米之间。由于该县的地形较为平坦，山水面积占比较小，所以土地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拥有 12.39 万公顷的耕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73.1%。有义大豆、黑肯有义西瓜、有义大米都是该县的特产。有义县还拥有有义博物馆、凤林古城等风景名胜，其中有义博物馆不仅是展现有义县深厚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还是黑龙江省唯一一座弘扬五帝文化精神的博物馆。另外，有义县矿产资源有煤炭、粘土、建筑用砂、石灰石、花岗岩等。2023年有义县地区生产总值 44.83 亿元。隶属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伯利县，地处黑龙江省的东部区域，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降雨量在450毫米至550毫米之间。该县拥有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其中有耕地面积172万亩，林地面积143万亩，森林覆盖率 43%。伯利县的常住人口有 19.96 万，除汉族外，它还拥有14个少数民族，如回族、满族和朝鲜族等。伯利县虽然东南西3面环山，但它位于低山丘陵平原地带，县内的海拔高度在123米至1008米之间。段家岭李木营界山顶是伯利县的最高点。另外，伯利县的矿产资源有煤炭、黄金、大理石以及石墨等，其中拥有 1.2 亿吨的煤炭储量。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人工林重点县、果树生产基地县、100个产煤大县之一的伯利县，在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66.4 亿元，同比增长 4.8%。孙吴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黑河市中，紧邻小兴安岭北路，距离省会哈尔滨约500公里，距离黑河市爱辉区则有110公里之遥。作为黑河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和3大口岸市县之一，孙吴县拥有长达35公里的边境线，与俄罗斯的阿穆尔州隔江相望。该县常住人口约为 7.3 万，总面积覆盖了 4447.7 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孙吴县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海拔从110米到755米不等，地势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倾斜。在气候方面，孙吴县地处中高纬度，
拥有典型的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在400至650毫米之间。在矿产资源方面，孙吴县虽然种类相对较少且分布不均，但已经发现了煤、铁、铜、钼、金等矿产资源，其中石墨等资源虽未突出，但其潜在价值不可小觑。据统计，孙吴县在2023年实现了24.6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3.6%。明水县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南端，绥化市的辖下县，地处松嫩平原的西北部。县域东西绵延86公里，南北宽约31.6公里，总面积达230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为32.4万人。地势上，明水县以中部为高，向东西两侧逐渐降低，全县的平均海拔为249.2米。地处高纬度内陆地区，明水县年均降水量为472毫米。2023年，明水县的生产总值达到55.67亿元，同比增长了 3.1%。其主导产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制造、新能源开发和商贸流通等多个领域。此外，明水县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包括225万亩的耕地和65万亩的草地，成为著名的寒地黑土熟米之乡和省内重要的牧业基地。如果将来这4个县真的被撤并为区，他们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土地指标，吸引更多的投资，进一步提升城市建设水平，但具体撤并需根据省级规划而定。我国海岸线长达 1.8 万公里，为何说山东的海岸线是最美的？山东半岛三面环海，3500多公里海岸线串联起7座沿海城市，498家 A 级景区，24家旅游度假区，25家旅游休闲街区，岛、滩、礁、湾、角千姿百态，每一处都藏着令人惊喜的风景。在港口泊位，满载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向欧美，内陆腹地的精密机械、绿色化工品也通过海铁联运跨越重洋。全球500强企业纷纷落自山东，设立研发中心与生产基地。山海虽远，同心可治，山东的海洋经济朋友圈正以澎湃之势拓展。山东海洋旅游产品品质亦不断优化。2024年，山东沿海7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4.8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360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11.5% 和 12.6%。山东的海为何如此让人心动？答案或许就藏在那3500多公里的蜿蜒海岸线上，藏在每一次跳岛寻幽，每一程游轮破浪，每一场与潮汐共舞的亲密体验中。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提及张北湾，或许不少人感到陌生，但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大名想必是家喻户晓。这片鲜为人知的海湾，实则是山海天景区里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海水清澈，沙滩平缓，沙粒细软，构成了一幅蓝天映碧海，金沙半白浪的绝美画卷，令人沉醉不已。这里不仅有海天相接的浪漫景致，更有森林与海洋交织的奇妙景观，茂密的树林宛如一条绿色绸带，轻轻环绕着海湾。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更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步入其中，仿佛踏入了一个清新的绿色世界，每一次深呼吸都让人倍感舒畅。夜幕降临，张北湾更添几分宁静，月光倾洒海面，波光闪动，远处的灯塔在夜色中闪烁，为晚归的渔船照亮回家的路。这里不仅是海湾，更是心灵的避风港，让人忘却尘世烦恼，回归自然怀抱。张北湾的美是自然赋予的纯净之美，是山海天景区中最动人的风景。提及黄河口湾区，不少人脑海中会浮现黄龙入海的奇景，但它的美远不止这抹金色浪涛。作为黄河与渤海相拥的怀抱，这里既是万里黄河的终点站，也是沧海桑田的起始点，见证着母亲河与大海跨越亿万年的深情对话。潮汐与河水交织，在入海口处绘就了黄龙入海的绝世画卷。春秋迁徙季，这里变成了鸟类国际机场，数万只候鸟在此盘旋停歇，它们划过天际的轨迹与湿地相映成趣，共同奏响一曲生机勃勃的自然交响。今潭水翠色，碧海皆苍穹。青岛西海岸的灵山湾绘就了一幅最动人的生态画卷。这里坐拥北方最高岛屿灵山岛，海湾似灵动的仙子以澄澈的碧波轻舞，将静谧与诗意赠予每位访客。经年累月的生态之旅，灵山湾已蜕变为水清沙白、鸥鸟翩跹的生态明珠，金色沙滩与蔚蓝海面交相辉映，重现海天交融的悠然意境。暮色四合时，
落日融金洒满海湾，粼粼波光如星河倾泻，演绎着现实与梦幻交织的海滨诗篇。在中国最东端的海岸线上，桑沟湾似一幅徐徐展开的鱼香诗画。这里是迎接第一缕晨光的海湾，亦是大天鹅偏爱的冬日乐园。胶东半岛的典型景致在此尽现，海水澄澈如镜，波涛轻柔丝绸。每年有成千上万只大天鹅自西伯利亚翩然而至，于碧波间轻盈起舞。晨雾缭绕时，天鹅的欢歌与海浪的细语交织成曲，踏浪观鸥间，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交响。桑沟湾的魅力不仅在于生态奇景，更在于那浓郁的渔家风情。在海洋牧场，你可亲手捕捞鲜美的牡蛎、扇贝，入住海草房，沉浸于渔家的淳朴生活，品味地道的胶东风味。烟台长岛妙岛珠湾被国家地理遴选为中国最美10大海岛之一，自古便有海上仙境之雅称。群岛如星辰散落碧波，恍若仙人挥毫泼墨，绘就一幅缥缈空灵的海上桃源图。这里不仅有澄澈蓝天与蔚蓝海浪相拥，金色沙滩与温柔阳光共舞，更蕴藏着黄渤海交汇的奇景。站在分界线上，可体验一部跨两洋、双涛共耳畔的震撼。暮色四合时，漫步9丈崖底，穿过幽深的珍珠拱门，海浪亲吻礁石，灯塔剪影渐显，仿佛置身精心剪辑的浪漫电影之中。从近海观光到远洋深游，从传统赶海到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山东正以开阔的海洋胸怀、丰富的业态创新和满满的情绪价值，重新定义着人们对海的想象。中缅铁路终于敲定，打通印度洋出海口，对我国云南意味着什么？打通印度洋出海口的中缅铁路终于敲定了。就在这一轮的上合天津峰会上，中缅达成一致，修建曼德勒至木杰口岸的铁路。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到这个消息上，可事情远不只是建铁路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中缅铁路正式进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对于云南而言，或将迎来更多可能。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中缅铁路全面启动。中缅铁路作为连接中国云南昆明与缅甸皎漂港的国际交通动脉，不仅是中缅经济走廊的核心工程，更是泛亚铁路西线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这条全长1920公里的跨国铁路，中国境内段从昆明延伸至瑞丽的总长690公里，其中昆明至大理的350公里已建成通车，大理至瑞丽段正加速推进，整体建设进度符合预期。缅甸境内810公里的线路规划分为2期，首期工程连接中缅边境木杰口岸与缅甸中部枢纽曼德勒，将串联起缅北多个工业城镇；2期则向西南延伸至皎漂港。木杰作为中缅最大陆路口岸，与瑞丽隔河相望，承担着两国70%以上的边境贸易。曼德勒作为缅甸第2大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东西部交通的咽喉要道，其华人社区规模居全国之首。位于若开邦的皎漂港具有独特地理优势，由兰里岛与大陆形成的天然避风港，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铁路终点选址于此，将与油气管道形成海陆联动的立体交通网络，显著提升中缅经济走廊的物流效率。这条承载战略意义的铁路项目，中缅双方已持续推进10余年。2011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原定2014年启动建设，但受地缘政治、资金协调等因素影响，一度停滞。尽管双方后续重启多轮谈判，甚至引入第三方融资方案，但受缅甸国内局势变化影响，项目至今尚未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不过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这条钢铁丝路终将突破障碍，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度洋的重要通道。2. 为什么要分2段修建呢？当前缅甸国内局势不稳，尤其是缅北的木杰至曼德勒一线，长期被视为缅甸的心头隐患，而且经济压力也让缅甸难以承担修建铁路的巨额费用。根据规划，中缅铁路的设计时速约200公里，与中老铁路标准一致，但线路大部分位于缅甸境内，总造价预计高达200亿美元，这对缅甸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此，中国将承担大部分资金作为交换，中方将获得中缅铁路50年的运营权。从实际操作看，分段推进是更稳妥的选择，先建北段再延伸南段，既能分散成本，也能提升施工安全性。3. 中缅铁路建成后对云南带来的巨大影响。中缅铁路建成后，
最直观的改变便是为云南开辟出一条直抵印度洋的便捷通道。云南虽坐拥中国西南边陲的独特区位优势，但在国际贸易与物流运输上却面临诸多掣肘。云南的货物若要远销海外，往往需辗转至珠江口的广州等港口，不仅路途迢迢，运输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而中缅铁路建成后，从昆明出发便可直抵印度洋沿岸，运输距离大幅缩减，效率显著提升。据测算，以昆明运往欧洲或中东的货物，传统路线长达 1.2 万公里，而通过中缅铁路至皎漂港再出海，距离可缩短近5000公里，时间节省7至10天，运输成本预计降低30%左右。这对云南的企业而言，无疑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大利好。云南更将借助中缅铁路，跃升为东南亚的物流枢纽。缅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木材及农产品资源，这些资源将通过中缅铁路与中老铁路、中越铁路及中泰高铁等实现无缝对接，最终汇聚于昆明。届时，昆明将成为中南半岛外的超级物流中心，各类物资在此集散、中转，构建起一个庞大而活跃的物流网络。不仅如此，中东、东南亚及印度等地的货物均可从皎漂港登陆，经中缅铁路进入昆明，再向北分发至四川、重庆、贵州等地。而云贵川地区的货物出口也将借助这条铁路顺畅出海。在大西南地区，云南将毫无争议地成为外贸的领头羊，引领区域经济驶入快车道。中缅铁路的建设还将为云南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中缅两国文化渊源深厚，佛教文化、傣族文化跨境交融，旅游资源丰富多元。铁路通车后，有望催生一条跨境黄金旅游线。据业内人士预测，中缅铁路建成后，每年将带动跨境旅游人数激增30%以上，为两国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这对云南的旅游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将推动云南旅游迈向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共撤销了8个省份，有你的家乡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阶段。经过对全国各大行政区进行调查与分析后，决定撤销一些不再适合管理的省份。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高原上远去的雄鹰。西康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与四川、云南、青海、西藏4省交接，管辖面积约 45.1 万平方公里。下辖地区包含了今天的四川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雅安市，西藏的昌都市和林芝市。这里是内地进入西藏的必经之路，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1939年，为了维护川藏地区的稳定，建立了西康省，省政府设在了康定。新中国成立后，西康省在国家的引领下度过了5年时光。随着战事平息，社会趋于稳定，中央政府将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地处西南的西康省地域广袤，人口稀疏，经济滞后，不利于国家整体发展。所以在1955年，中央决定撤销西康省建制，将昌都、林芝等地划入西藏，其余地区并入四川，由此奠定了我国现今的行政区划格局。2. 昙花一现的平原省。与其他省份不同，平原省并不是中国政府设立的。1945年，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被日军占领，并在沦陷区设立了平原省。平原省所管辖的区域包括今天的新乡、安阳2个地级市和当时的新乡、安阳、呼溪、菏泽、聊城、濮阳等6个专区，共计56个县，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0万，省会新乡市。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将其撤销，而是由中央直接领导。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平原省是第一个被撤销的省份。1952年撤销后的平原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山东、河南2省。3. 我国北疆的守护者。绥远省地处现今内蒙古中部与南部，自古便是中原王朝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防线，宛如一道坚实的护盾，守护着内地安全，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清时，它隶属山西管辖，是昔日塞北4省中的一员，省会即如今的呼和浩特。在新中国撤销的8个省份里，绥远省成立较早。1914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设立绥远特别区。1928年，国民政府将其改为绥远省，它的面积达 32.9 万平方公里。1954年3月6日，绥远省建制被正式撤销，其原有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省建立于1912年，坚持了40年。
包括今天的山西大同、河北张家口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的一部分。在清朝时期，这里属于察哈尔部，以蒙古族居多。抗战时期，该省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国内的战事基本结束，察哈尔省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价值，再加上此地资源匮乏，人烟稀少，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中央政府于1952年11月15日撤销察哈尔省级行政区，所管辖的区域由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分别接管。热河省处于内蒙古、辽宁、河北3省交接的地带，主要包括的地方有今天河北省的承德市、内蒙古东边的赤峰和通辽地区，还有辽宁的阜新、朝阳、葫芦岛等地区。省会承德市面积 19.99 万平方公里，面积比今天的河北省还要大。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撤销了热河省级行政区，所管辖的区域均由河北省、内蒙古和辽宁省接管。撤销原因主要有2点：第一是为了恢复内蒙古历史上本来的面貌；第二，为了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一个先后存在仅15年的热河省就此撤销了。4. 北大仓与重工业基地。松江省一个处在今天黑龙江省南部地区的省份，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与松花江有关，是东北粮食的主产区和工业基地。这个省份则是由如今的哈尔滨和牡丹江2大城市组成，更是如今黑龙江省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地处我国东北，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1945年，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下，于哈尔滨成立滨江省政府。次年，国民政府改滨江省为松江省。新中国成立后，到1954年，松江省被撤销，下辖地区合并到黑龙江省，省会为哈尔滨。经过多年的演变，就形成了今天黑龙江省的版图。从地名上来看，就不难理解，辽东省、辽西省属于今天我国辽宁省的一部分。1948年11月，东北地区全面解放。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对该地区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和调整，辽东和辽西2省在这一时期诞生。其中，辽东省包含的地区有今天辽宁省的大连市、丹东市、辽阳市、营口市、怀仁、岫岩，以及现在吉林省的通化、白山等地组成，省会则是如今的丹东。辽西省辖4个市、21个县，4个市则为锦州市、四平市、山海关市、阜新市，省政府设在锦州市。辽东和辽西2省存在的时间非常短，从设立到撤销仅有5年。1954年，辽东和辽西2省被撤销，合并为辽宁省。原辽西省所属的四平市划归吉林省。中国投资的达尔文港，澳大利亚要强制收回，背后究竟有何目的？2015年之前，尽管澳大利亚已在达尔文港构建起一定规模的港口设施，但该港口并未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运营状况岌岌可危，濒临关闭边缘。2015年，中国蓝桥集团向达尔文港伸出了合作之手，双方迅速达成协议，蓝桥集团以 5.6 亿澳元的巨资获得了达尔文港99年的经营权。然而，租借这个港口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直到今天，澳大利亚还在搞小动作。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多次试图收回达尔文港经营权。蓝桥集团接手达尔文港后，立即启动了全面升级与扩建工程，仅用5年时间，便建成了可容纳260个冷柜集装箱的现代化港口，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000万澳元。至2023年年中，在该港口的总投资已攀升至6000多万澳元，成功构建起一条连接亚洲的高效物流通道。数据显示，达尔文港的进口货物中有高达 75% 来自中国，而出口货物中 90% 流向了亚洲市场。特别是澳大利亚出口的矿石，大部分通过达尔文港运往中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国家。随着达尔文港业务量的激增，港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动起了收回经营权的念头，效仿美国推动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企图将达尔文港的经营权重新收回囊中。但这一无理要求因缺乏合理依据，加之中方的坚决反对与警告，最终未能得逞。2025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再次抛出收回达尔文港的言论，引发中方强烈不满，以18个字回应：不能亏损时出租，盈利时收回。数据显示，2024年达尔文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3500万吨，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8%。 尽管吞吐量大幅增长，蓝桥集团在达尔文港的营收却仍处于亏损状态，净亏损约 1.2 亿澳元。
这意味着蓝桥集团在达尔文港的投资尚未收回成本，澳大利亚若此时强行收回经营权，无疑是将蓝桥集团多年的努力拱手让人，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二、达尔文港的地理优势。达尔文港相较于澳大利亚其他经济繁荣区域，这里显得较为宁静，城市人口仅约12万，规模尚不及中国许多县城，而其地理位置却赋予了它非凡的战略价值。北领地与西澳大利亚州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铁矿、黄金、铝土矿等矿产资源储量惊人，海底还蕴藏着油气田与油矿。这些资源若要远销海外，海运无疑是首选，因其承载量大且成本低廉。达尔文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这些资源出口的理想通道。另外，达尔文港紧邻东南亚与东亚，与中国、日本等国距离颇近。作为澳大利亚最北端的港口，它也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节点。掌控此港，意味着能够更有效地监控两大洋之间的航运要道，为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的贸易安全保驾护航。达尔文港还是中澳及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桥梁。中澳贸易往来频繁，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铁矿石、牛肉、乳制品及红酒等商品。达尔文港的存在极大地缩短了运输距离，降低了成本，加速了商品流通，为双方经贸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三、澳大利亚为什么想赎回达尔文港？从经济视角审视，达尔文港作为澳大利亚北部不可或缺的核心港口，曾因资金匮乏而将经营权交予中企。经过中企的精心改造与运营，港口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引擎。澳大利亚眼见港口价值日益凸显，遂萌生收回之意，意图独揽港口收益，进一步优化其经济布局。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与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大背景下，邻近的东南亚市场对澳大利亚而言，无疑是开启亚太经济大门的钥匙。达尔文港的战略价值因此愈发凸显。地缘战略层面，近期国际舞台上的一系列动作引人注目，从美国意图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再到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周边港口，无不透露出美国试图通过掌控关键水道与港口，重塑其海上霸权的野心。澳大利亚在此背景下，似乎正与美国形成战略呼应。达尔文港作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关键战略节点，自二战后便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重要驻地，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随着亚太及南海局势的风云变幻，达尔文港更成为美澳在东南亚边缘地带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此外，面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关税风潮，澳大利亚收回达尔文港也被解读为在关税谈判中增加与美国博弈的筹码，以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然而，澳大利亚欲收回达尔文港并非易事。中澳双方签署的租借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若澳大利亚单方面违约，必将面临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的双重压力。